今天呢，給你講一個1000多年前一個北宋男人的故事。他的前半生是踩在爛泥裡的乞丐，後半生是站在大殿上的宰相。這個人叫呂蒙正。呂蒙正年輕的時候窮到什麼程度呢？他和他的母親住在一個廢棄的破窑裡，沒有門也沒有窗，外面下大雨，裡面就下小雨。冬天的時候，氣溫降到零下10幾度，冷風呼呼地往裡灌，風一吹，頭頂上的泥土渣子就往他們吃飯的破碗裡掉。可是呂蒙正原本不該這麼慘的。他的父親是個官員，家裡有大房子，很有錢。但是父親寵愛一個小妾，這個小妾容不下呂蒙正的母親，也容不下他。於是有一天，父親做了一個殘忍的決定，把原配妻子和親生兒子一起趕出了家門。被趕出來的那一天，他們身無分文，只能住進那個沒人要的破窑裡。為了活下去，呂蒙正只能去要飯。他撿到一個破碗，挨家挨戶敲門。運氣好的話呢，能討到一口剩飯；運氣不好就是一頓辱罵。但即使連飯都吃不飽，呂蒙正沒有放棄一件事：讀書。買不起書就去借。冬天手凍僵了，握不住筆，他就把手放在嘴邊，哈一口熱氣，用力搓一搓，接着寫。他知道在那個時候，有一條路是窮人跨越階層唯一的通道，這條路叫科舉。科舉是中國古代選拔政府官員的考試，它有着非常難得的公平。不管你的父親是誰，不管你是不是住在破窑裡，只要你的試卷答得好，皇帝就會給你官做。公元977年，呂蒙正參加了科舉考試，結果出來了，他是第1名，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狀元。那一年他30歲。因為才華橫溢，又非常努力，很快他被皇帝任命為參知政事，也就是副宰相。這一天，他穿着嶄新的官服，準備走進金碧輝煌的朝堂。就在這時候，身後不知道是誰，突然冒出了一句話，聲音雖然不大，但足夠刺耳。
哼，這個人也配當參知政事嗎？空氣瞬間凝固了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看着這位新官。旁邊的同僚氣憤地喊：“是誰？誰在後面說話？查出來！”可是呂蒙正呢？他沒有回頭，他只是抬起手，輕輕攔住了身邊的同僚，平靜地說了一句：“不必查了。”同僚急了：“大人，這人太囂張了，怎麼能這麼放過他？”呂蒙正搖了搖頭，微笑着說：“若知其名，則終身不能忘，不如不知。如果我去查，知道了他的名字，這個名字就會在我的心裡記一輩子。記一個仇人太累了，不如從一開始我就不知道他是誰。”說完，他平靜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邁開步子走進了大殿。很多人不理解呂蒙正，他為什麼不生氣呢？後來他在文章《破窯賦》裡寫下了答案。他當上宰相後，身邊每天都有很多人來討好他，但他很清醒，他總是对別人說：“當年我在街上要飯，別人連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不是因為我笨。現在我當了宰相，大家天天誇我，也不是因為我突然變聰明了。”他知道別人誇他還是罵他，其實看重的都只是他身上穿的那件衣服。既然看透了這一點，他又怎麼會因為別人的一句話而生氣呢？從破窯到朝堂，那個在寒風中搓着手，內心平靜的讀書人，從來就沒變過。記住一個仇人的名字，心裡就多了一塊石頭；忘記一個無知的嘲笑，生命裡就多了一陣清風。這陣風吹過了北宋的破窯，今天不知道又吹到了哪裡。希望你今天也能放下一些不需要记住的名字。好了，咱們下個故事見，拜拜。